告别夏河厚重的佛韵与苍茫的山野秘境，我的甘南旅途继续前行。如果说夏河是一眼惊艳、层次饱满的藏地核心，那鹿曲就是藏在甘南腹地，兼具信仰温度与独特地域风情的宝藏之地。这里没有厚重庄严的压迫感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横跨甘川的奇妙格局，还有藏地寺院与自然秘境交融的别样美好。一路向南前行，我很快就抵达了朗木寺。估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，最开始都以为它是一座寺庙，其实它是一个镇的名字。一条白龙江穿镇而过，把整座小镇一分为二，北边是甘肃的赛赤寺，南边是四川的格尔底寺。大家平时说的朗木寺，指的就是这座小镇。一镇跨两地，一水分两寺，这样独特的格局，在整个藏地都独一无二。不过也有人会把镇子里的两座寺院合起来叫朗木寺。甘肃这边的赛赤寺，由于在地势较高的位置，被大家称作上朗木寺，而把地势较低的格尔底寺称作下朗木寺。把车子停在这个暂时还是免费的停车场，下面这条江就是白龙江了。看一下对岸的山，非常的漂亮啊，有石头，有草原，有森林。这边呢是格尔底寺，看一下这个方向，还有红山崖，非常的壮观啊。此时此刻，白龙江的水并不白，一江隔两岸。这边呢是朗木寺，属于甘肃，而这一边呢就是属于四川的阿坝州了。一路上都是卖东西的，这就是赛赤寺的大门了。旁边呢还有8座白塔，门票30块。朗木寺后面呢就是朗木寺镇了，还可以看到对面的格尔底寺，旁边呢还有一个大的转经筒。这里还有一座白塔，也进来里面看一看。里面是一尊千手观音，转经的方向顺时针。相对比汉传佛教、藏传佛教的建筑布局啊，它就没有那么的规整，它是僧人的宿舍和大殿啊交叉着来，而汉传佛教的建筑布局呢，它是比较讲究左右对称。这上面有好几座大殿，现在呢就上去看一看。相比于热闹的小镇街巷，赛赤寺坐落在半山之上，视野更广，整体氛围更加亲近肃穆，也是观赏日出、俯瞰全镇的绝佳位置。很多人专程奔赴朗木寺，就是为了等一场赛赤寺的金顶日出。跟拉卜楞寺的僧人宿舍一样，大门的旁边呢，都是有一个小小的佛龛，只不过这边的大门呢是被漆成了红色。有些呢是放了一个托盘来替代。这边的大殿呢在施工，只能往上面参观了。在这里可以近距离的来接触一下这个编码墙了。这个编码墙呢，它还有一个功能啊，在地震的时候呢，可以起到减震的作用。这是弥勒佛殿，里面禁止拍摄。基本上这个大殿里面呢都是禁止拍摄的。现在沿着这个阶梯往上面走。清晨的赛赤寺是整座朗木寺一天中最神圣、最灵动的时刻。远处的红山崖沉稳矗立，暗红色的岩壁沟壑纵横，肌理粗犷，自带苍茫厚重的质感。等到第一缕朝阳穿透云层，最先点亮的就是寺院的鎏金顶，金色光芒慢慢铺开，从屋顶蔓延到整座寺院。红墙金顶搭配赤红山崖、青绿山野，色彩纯粹又壮阔。站在赛赤寺的晒佛台远眺，视野毫无遮挡，整片朗木寺小镇尽收眼底。错落的藏式民居，
蜿蜒的白龙江，连绵的山谷草原，两省风光融为一体，没有边界，没有隔阂，灵动又治愈。晒佛台宽阔平整，依山而建，背靠巍峨山崖，在盛大的节庆时，还会展开巨大的坛卡，迎来万众朝拜。平日里走在里面，能清晰地感受到藏地信仰的庄重与纯粹。此时此刻，山寺崖融为一体，构成了朗木寺最标志性的风景。如果说夏河拉卜楞寺是恢宏盛大的藏地学府，那赛赤寺就是藏在半山、安静治愈的小众佛境，低调却足够惊艳。现在走到观景台这边来了，从这边看过去呢，整片建筑群啊，金碧辉煌。那些有金顶的就是大殿，前面这些白色的房子啊，就是僧人的宿舍。这个观景台是整个朗木寺镇视野最开阔的地方了。往这边走过去呢，还有天葬台、活佛寝宫呢，过去看一看。现在就往天葬台那个方向走过去，有1.6公里，需要28分钟。这里还修了一条马路，有些游客直接开车过去。来到这里，看到有好多帐篷啊，不停的有僧人在这里走来走去。他们在搬被桶，可能晚上在这里过夜。我猜想这些帐篷啊，就有点类似拉卜楞寺后山的小房子。现在还要继续往前面走，走了差不多有一半了。这上面还有一个自来水厂呢。这里的海拔是3449，下面呢大概是3000左右。所以说在高处啊建一个水厂，能够形成水压。到了朗木寺水厂之后呢，往这边拐，看到上方有经幡的地方啊，就是天葬台了。非常可惜，禁止游客步入天葬台，就是在那个位置。白跑了一趟，现在往下面走。在藏区啊，比较通用的藏法呢是有5种：塔、火、天、水、土。其中塔藏呢是比较高规格的，要那些高僧大德啊、活佛啊才可以用。那么在西藏呢，同样是有火葬，这种呢也是规格相对来说比较高。大家比较熟知的呢就是天葬和水葬了。那么其中有小部分地区啊，还有岩洞葬，甚至呢还有室内葬，但这些呢都是非常小众的了。看完了上朗木寺，现在就到下朗木寺去看看，也就是格尔底寺。过了这座桥之后呢，就是四川的阿坝州若尔盖县了。过了桥之后，到了一个3岔路口，然后向右转，跨过了白龙江，就从甘肃走进了四川，来到了朗木寺的另一半格尔底寺。和赛赤寺半山肃穆的氛围完全不同，格尔底寺更低更平缓，紧贴小镇街巷，烟火气更足，少了几分高冷庄重，多了几分烟火市井。而这里最核心、最值得深度探索的，不是寺院建筑，而是藏在深处的自然秘境。可以看到这边的车呢还是比较多，都快堵在这里了。因为现在呢是暑假嘛，所以说过来自驾的人呢还是比较多。街道两边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店铺。你看这边的招牌就是川西了，四川省。这就是格尔底寺的大门了。藏族的寺院啊，都是这种金碧辉煌的屋顶，众生平等，门票30块。这里还需要检票。咱可以顺着这个路往上走个500-600米，就能到寺庙的主殿，还有纳木大峡谷啊。就顺着沿着这个路往上走就行。主路顺着上去。对，顺主路。好的，谢谢。刚进大门有一个停车的位置，其实后面呢还有一个更大的停车场，所以说有很多车啊，他们要开进来。朗木寺商店。对，你需要讲解员吗？不需要，谢谢啊。寺庙里面呢还有商店，
里面还有卖百事可乐。在这座寺院里面呢，还有门牌号呢，还要继续往前面走。来到一个拐弯处，走上去看一看。旁边这些低矮的小房子啊，应该就是僧人的宿舍了。大殿的前方呢是有一个平台，在这里啊就可以看到对面的赛赤寺了。那边呢确实要高一些，而另一边呢就是红山崖了。在镜头当中看的话呢，感觉比较小，那么在现场看呢，其实是非常壮观的。既然都已经买票了，那就进去大殿里面看一看。前面这一间呢是空的，看看这些柱子，跟他们的僧袍的颜色是一样的，叫做赭红色。墙壁上这些呢就是非常精美的唐卡了。里面这一间呢就感觉非常神秘了，但是大门关着，也进不去。像这种老式的藏式建筑啊，大家仔细看它的墙壁，你看它是往这边倾斜的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梯形，因为它下面的墙体啊要厚一点，越往上面呢墙体就越薄。从这条巷子看过去就非常明显了，整体是往这边倾斜。其实很多游客进来噶尔底寺并不是为了看这座寺院，而是为了走到寺院的后面，也就是纳摩大峡谷，那里的自然风光啊非常的迷人，而且那个地方呢也是白龙江的源头。走到这里看到有一面围墙，而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看样子像是有百年树林的柏树，而且在树的中间呢是有一座建筑的，在这边呢应该是有一个门，往回走看能不能进去。有一道铁门锁着，而且里面的建筑呢是被前面这一排树啊给挡住了。在墙壁的外围啊还有一个个小的佛龛。往这条巷道直走，前方不远处就是纳摩大峡谷了。竟然有湖北的旅游大巴开过来，那说明还是有旅游团过来这边的。前面这一排纯木头的建筑是僧人的休息室，游客止步。这里是供灯台，想不到在这后面还有一座更大的建筑，但是这里面呢就不能够拍摄了。刚刚进去里面看了一下，进去的话呢还要脱鞋子。这里面呢就相当于是拉卜楞寺的大经堂了，平时会有很多僧人在里面诵经。也就是在这间大殿的门口了，就是一个停车场，他们把车开进来啊，就是为了要停在这里。从这里走过去就是纳摩大峡谷了。噶尔底寺背靠的纳摩大峡谷是朗木寺最宝藏的徒步秘境，整条峡谷静谧幽深，山势清秀险峻，山间长满了茂密的草木，空气里满是青草与溪水的气息。沿着这条小溪一直往里面走，就是白龙江的源头了。这里有一座独木桥，走到对面去看一看。走到这后面呢，是看到有2个亭子，里面呢是有转经筒，它居然是靠水力来转动的，这样呢就省时省力了，一天到晚呢不停的在转。那修这个亭子的人呢，应该就是功德无量了。这里呢还有一个低配版的转经塔，你看它是用小木房子搭建的，下面依然是靠水力。草地上还有好多鸽子呢。走到这里有一种新疆那拉提的感觉，不过这边呢有人在锯木头，声音非常大。溪流非常的清澈。过了这座桥之后呢，继续往里面走。这里有一个木头墩子，上面呢是被摆放了很多石头，那这些呢就是玛尼堆，相当于一座迷你的佛塔了。走到这个峡谷里面呢，晒不到太阳，非常的凉快。这边有更多的玛尼堆呢，不过有很多呢是游客过来堆的。
一路走来，脚下都有溪流相伴，溪水清澈见底，缓缓流淌。这也是白龙江的源头活水。很难想象，一条绵长灵动的江河起点，竟然是这般细碎的山间溪流。从深山峡谷出发，缓缓穿镇而过，滋养着整片干川交界的土地。沿着峡谷步道慢慢往里面走，路途平缓不累，全程都是沉浸式的山野治愈风景。越往深处走，山林越幽静，风声、流水声还有鸟鸣声交织在一起，隔绝了外界所有的嘈杂。走到这后面，这白龙江的源头啊，就变得比较浑浊了。看看后面的景色，这就是为什么朗木寺会被人称作东方小瑞士的原因了。继续往前面走，走到峡谷的深处，这里前方500米啊，还有休息营地。已经走到峡谷的深处了，这后面好多游客，原来这里才是整个朗木寺镇游客最集中的地方。很多人来朗木寺只打卡寺院、拍日出，却错过了这片绝佳的峡谷秘境。其实朗木寺最动人的地方，就是人文与自然的完美交融。一边是清幽治愈的峡谷源头，一山一水，一寺一溪，拼凑出这座边陲小镇独有的灵动。这里保留着最原生态的山野气息，这也是朗木寺能被称作东方小瑞士的核心原因。录取的美是藏地信仰与自然秘境交融的独特之美。赛赤寺的金顶日出与红石崖，壮阔又神圣；格尔底寺的峡谷溪流，源头秘境，清幽又治愈。相比于下河的厚重磅礴，录取更适合慢慢逛、慢慢感受，在一镇跨2省的奇妙风情里，找到属于藏地的松弛与灵动。如果说录取是兼具信仰与烟火的边陲小镇，那我接下来要奔赴的下一站迭布扎尕那，就是甘南最具棱角、最仙气飘渺的山野神迹。告别朗木寺小镇的灵动风情，旅途即将切换成群山合围的仙境风光。那里有云雾缭绕的东洼村晨雾，闻名于世的洛克观景台，还有舒缓治愈的仙女滩草甸。4大藏寨依山而建，静静矗立在群山秘境之中。不止山谷风光，在扎尕那之后，我还要挑战壮阔的洛克之路，去感受那条雄奇险峻的山间廊道。从边陲小镇到巍峨神山，甘南的多元美景还在持续解锁。接下来，循着洛克当年的足迹深入山谷，收拾好心情，我们奔赴扎尕那。